是 Seven， 欢迎来到无本之道。今天和大家聊一下造罪业的几个雷池。我们知道这个罪业，我是根据佛经当中的《地藏经》以及我自己的一些体会。佛经当中，《地藏经》讲的比较详细，讲地狱，而且呢，它是大藏经里面的比较权威。第一呢，就是这个无间地狱的罪业，分别是杀父杀母、杀阿罗汉，出佛身血，毁谤大圣，破和合僧。应该是杀父杀母、杀阿罗汉，然后出佛身血、破和合僧，没有毁谤佛法啊。但是呢，毁谤佛法其实呢就归属于这个破和合僧里面了。那么无间地狱你就说得很清楚，我们普通人能接触到的无间地狱业，除了很少的杀父杀母之外，其实最普遍的就是《地藏经》讲的，伪作沙门、心非沙门、破用常住、饥狂白衣、违背戒律、种种造恶，这个是无间地狱的罪业，其他的我们一般人是接触不到的。这个讲得非常的明白，就是如果你出家了，你伪作沙门、心非沙门、破用常住、欺狂白衣、违背戒律、种种造恶，就是简单来讲，如果你出家了，你不守戒，你还在破戒，然后呢，去骗这个居士，有的甚至去骗财骗色，甚至有的在寺庙里边去这个发生一些淫乱的事，寺庙内部，这些全部都是无间地狱的罪业，这个是《地藏经》讲的非常明确。第二呢，就是我们就是说无间地狱以下的很严重的罪业是什么呢？先说第一，就是贪国家财的这个罪业是非常重的。我们现在讲的是，今天我们的主题是3个非常严重的罪业啊，这是我自己的一个从我的知识体面去总结，或者是说去讨论这个。第一个呢，就是我们能接触到的，就是你出家，你去破戒，然后你这个无疑是无间地狱的罪业。有很多人觉得地狱这些都不存在，非常正常。为什么？因为大家都在一个顺境当中，他没有办法去体会人命呼吸间，人死了之后到底去哪儿了，真的不知道，真的没有办法去想象。但实际上确实是有的，因为这个生命或者说这个世界法界，这个宇宙是非常奇特的，它是一定有一个自然之道的。你这个自然之道到底是怎么样的，它可能分为好几个维度。那么其实这个每一个维度都有自己的规则，它们是互相不违背的，所以你不能就说这个维度是错的。你像《地藏经》讲的，你如果去按照《地藏经》的修行，你就百转生于33天，永不堕于恶道。这个就是《地藏经》的一个维度，它永远都不堕恶道，而且是慢慢的去，慢慢的，就是修习佛法，然后直到成正觉，他都不会接触到这些恶道的事。所以这个就是地藏经的维度。那你对于这个维度来讲，确实就没有恶道可言了，也没有六道轮回。所以说你不能就是去以自己的一个想法去说，但是六道轮回实际上是一个普遍的现象，人死了确实是会经历这个事情的。但是人在生的时候，尤其是在青少年或者是壮年，他的生活非常的顺，他根本不会考虑到这一点。那么无间地狱呢，这个是极严重的罪业，这个是最严重的一个
罪业才会堕到这个地狱，他呢这个受的苦也是最严重的。其次就是我刚才讲的，就是位高权重，你的权力很大，这个无论是我们是国家哪个国家也好，都是一样的，因为你的权力大，你造的业才会大。你如果是一个农夫农民，你造的业顶多是怎么样？可能就是除草的时候，或者你撒农药的时候，你去杀害一些这个畜生道的这些昆虫啊，这些昆虫的命，这个罪业是非常轻的。那么如果你是一个高官，你去贪污，你去受贿，甚至你的某个政策，你的某一个决定做出了颁布了这些法令，对全国人民或者是某一个州的人民产生了一些不好的后果，或者你去贪污，你去受贿，这些，你去受贿，这个有一个说法，我觉得也挺可靠的，也可信，就是你受贿，你比如说是中国的一个这个官员，他呢是中南海北京的，他受贿，他这个钱从哪儿来？他钱从哪儿来？如果是这个全国的，那他实际上是欠了14亿人民的。所以说这个罪是非常重的。还有就是古代的那种大将军，你去领兵打仗啊，这个动辄就是多少多少万。但是有人就说，他们是为国，他们也是为了自己国家的人民。是的，这个非常非常对。所以说这个都是不相违背的，功过不相抵。那么第三个造诣很严重的，就是我们普通人可以接触到的，就是对于中国法律禁止的是叫做传播、制作、淫秽物品罪，这个罪业是非常重的。甚至有这样的一个情况，就是你如果在公众抛头露面，其实它都是会有一定的影响，对你有一定的影响。那么这样的一个事情，为什么我说这个是非常重的？它和线下的卖淫是不一样的。线下的卖淫它是针对个人的，但是你这种呢是属于一个，我刚才讲的实际上就是视频，淫秽视频，对，或者是光碟也好，还是怎么样也好，它是针对网络，它在网络这样的一个大池子里边是没有办法去禁止的，所以这个罪业也是很重的，所以这个没办法，我们就对比一下。现在有2个明星饰演《红楼梦》的陈小旭女士以及张国荣先生，那么这2者其实都是跟他们的抛头露面、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力有关。如果陈小旭没有演这个《红楼梦》，很有可能呢，他不会是这样的一个，好像是患了乳腺癌去世的。所以这个罪是非常重的，因为它一旦你去制作或者是去传播，甚至是去牟利，以此为牟利，它的这个罪是非常重的，这个是很可怕的。和这个你去线下的卖淫是不一样的，你去当这个妓女或者当鸭子，这个罪业还没有这么严重。你如果是去拍一些视频，或者是你去贩卖视频、去传播视频，这个罪业是非常严重的。当然，有人也说这个实际上一方面能够促进经济的发展，你像可能是促进了日本经济的发展，同时呢也能解决一些人的
性需求，这个确实没错，这个说得非常对。但是就是功过不相抵，你说这些淫秽视频有没有好处？对于社会有没有好处？一定是有的，甚至对于这个人类都是有好处的。但是它确实也是有它的罪恶所在的。所以这个就是三件事，我们普通人能接触到的，实际上大概也就是第一件和第三件，就是你出家，你伪作沙门，你破戒犯斋，还有第三件事就是可能会有少数人他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误入歧途，就是去传播贩卖或者是制作这个拍摄淫秽视频，这个确实有好的地方，它可能对人类是有一些贡献，但是它说到底，它的罪是非常深重的。对，因为现在大家看很多的媒体，比如说抖音、小红书，这些他们有很多的人在去所谓的擦边，或者是去，好像是一种卖色的行为。其实这种我们不能说叫罪，它的意义也很大。因为我今天看了油管博主小宇宙的一个视频，他讲到秋风，就是少林寺的武僧，大概是他讲到他为什么会突然离世，他就说，他就说到一句话：一个人长得很好看，他去走在大街上，大家看到他魂不守舍，他这个时候就有点造业了。那何况你去把这个视频拍到网上，就是不是淫秽视频，现在都是合法的。你像小红书，像甚至是 B 站，这都是合法的。那你去把它传到网上，让大家去看，是不是也造业了呢？其实我心里边的答案是，确实也造业了。所以这个真的就没法说，所以也算是给大家提供一个思路，到底有没有这回事儿。那么，所以就普劝大家，这3个事情千万不要做。你造一般的业，真的还好，没有很严重。比如说吃肉啊，我本人也吃肉，吃肉其实也是造业啊。佛家讲的吃他半斤，还他8两。或者你是去干一些其他的事情，它也是造业的。但是我刚才讲的这3个，实际上是我自己的一个总结，这3个造业造的是最大的。所以希望大家要谨慎重做这3件事情。好，谢谢大家，再见。